这是他趴在村口的样子，这是他趴在乡间道路上的样子，这是他趴在高速上的样子，这是他趴在小溪里的样子。无论从哪个姿势哪个角度，不得不说这台车确实好看，但是他为什么遇事总是喜欢往地上一趴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因为最近这个系列的车型太火了，刚好今天有一台该品牌的车型，咱们来欣赏一下这台车的底盘。咱们先看前悬挂吧，看起来都是明晃晃的，用料很足，但是有意思的点来了，看好啊各位，咱们用磁铁试试，这里是吸不住的，这里也是吸不住的，但是这就吸住了，说明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三个部件它们颜色虽然一样，但是用料却不一样。然后咱们去后面看看，重点在后面，副车架呢，颜色已经可以出卖它的用料了，全部是铁的，看看这焊点，这叫什么工艺？肉眼可见的缝隙。然后看重点，最近争议很大的就是它的后悬挂部分。哎呦我去，这玩意儿是铝的吗？咱们用磁铁试试。看来不是铝的。重点来了，就是这几根连杆，大家自己看吧，什么材质咱也不敢妄下定论，但是你搞这么薄是什么意思？这也太精致了吧，这么薄的用料是什么高科技材质吗？但是这看起来还没有爷爷那辆28大杠扎实，可能是咱不懂吧，这样的用料是好还是坏，咱不做过多评价，有懂的可以评论区探讨。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很重要的一点，无论车辆用什么材质，车辆本身是没有质量问题的，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售后说的。就是刚买1个月，理想在乡间路上碰到一个小汽车啊，就这个小汽车，因为他自己可碰到的，你要是说他正常质量问题的话呢，其实没有问题。如果怀疑是质量问题的话，可以去做检测嘛。你看，精致是精致了一些，但这不是人家质量问题，你不撞他，他怎么会怪你？没毛病啊，说的是真他娘的在理啊！所以不要再说是人家质量不行了，要多从自身找原因，明白了吗？明明是自己开车不小心，真是的。最后，真心奉劝各位车主，开这个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光顾着看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看着点路。就是这位用理想汽车的理想，用理想车主的理想来实现了自己保时捷的理想的理想。有人最近就提了5个奇怪的疑问。第一个疑问，理想说过钢比铝合金好，所以理想汽车只要撞击 A 柱 B 柱都会断掉，变成敞篷车，理想的钢真的好吗？第二个疑问，理想汽车202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的，赚的钱都给美国了，那它到底是不是你们说的爱国的那个民族企业呢？第三个疑问啊，为什么搞增程车呢？都挂绿牌了，还要去加油站排队，100公里10几个油啊！本来纯油车用内燃机驱动，车轮损耗够大了，现在车轮连接电机，用电池驱动，再弄个燃油发电机给电池充电，那不是我们村头二大爷20年前玩的老头乐的原理吗？第4个疑问啊，李小问为什么停产了？你们看现在的二手车真的有人要吗？要安全有冰箱，要操控有彩电，要价格有大沙发。第5个疑问，什么人会去买理想每个月1万多台销量呢？理想车主的智商，我真的是想不通啊！30-40万买个工业垃圾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也许大部分人的理想是在未来比亚迪的工厂打螺丝，然后买一辆倒闭的威马汽车。仔细看看影片中的这辆理想敞篷车，内部的样子就是这些。你不管是买个50万、60万甚至100万的电动车，跟这是一模一样，就是一放大版的老头乐，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就是一块电池加个电控加个电机，4个轱辘加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就能跑起来了呀！卖你个几十万，开个5-6年，电池衰减不行了，报废修吗？修不起，卖吗？卖不掉，这就是电动车呀！也是很多国人口中的新能源，让西方惧怕的大型老头乐。当然优点还是有的，自燃起来的速度非常快，也可以烧得很干净。这是一辆刚买1个月的理想 L8， 车主表示开着开着就自燃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就这样没了。从自燃到爆炸就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路人还想去用灭火器灭火，但是机舱盖无法打开，只能找个合适的位置看着它爆炸。这声爆炸也把车主的理想给炸没了。同时最近的极客汽车也是好起来了。11月23日，温州一家极客 4S 店突发自燃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到，现场已被浓烟包围，有多人拧着灭火器灭火。建筑外围也是布满了浓烟，估计损失不小。在同一天的广东珠海市，一辆极客汽车在马路中间自燃，现场浓烟滚滚。车主也是机灵，第一时间就跑到马路边等待救援。同吃瓜群众一起看着爱车一点点冒烟，一点点烧没。
极客作为吉利旗下的品牌，在宣传中是号称零自燃的。不知道这次被啪啪打脸的时候疼不疼？这次应该不会再狡辩说起火是车子内部什么东西着火导致的了，比如说有非法的线路改装，或者放了打火机，或者是放了放大镜之类的物品。从影片看，火焰直接是在车辆电池位置开始烧的，起火点很靠下。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助燃的作用，真是移动的绿色炸药包。就在今天，一辆比亚迪唐也是忍不了，直接在路上自燃。火光四射，魅力不减，地上还掉落了一些火焰。在消防员的努力下，这辆车最后应该还剩个架子。这要是在底下车库自燃，后果不可想象。真的是一烧烧一片，还可能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所以最近江苏等多地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新规。有人评价说，按照这个规定啊，恐怕所有的电动车都要被逐出地下停车场了。来看一看这个通知啊，发布即实施。江苏省地下电动车库停放充电新规出炉，这是相关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始执行。那么具体都有些什么措施呢？这个就是管理措施，几个关键点呢，首先是电动车的充电区域。只能布置在地下1层啊，不能在地下3层以下地区。然后充电区域啊，需要相对集中，与其他的燃油车辆呢，必须要通过什么防火卷帘、防火的这个风格、水幕啊等等，与其他的这个防火单元和其他车库呢进行一个分隔呀。电车的充电区域最远到安全出口的实际通行距离不应该大于60米。还有这一条，居住建筑的地下汽车库不应该设置快充设施，然后充电区域的喷水灭火系统要采取快速的响应的喷头，每个车位啊，每个充电车位上方至少设置2个喷头，然后充电区域要设置可燃气体的探测器啊，每个车位上方至少设置1只烟感探测器。充电区域的灭火器要按照严重危险级别配置，至少配备1具不小于60升的推车式的水滴型灭火器，或者是推车式的泡沫灭火器。这个地下的这个充电区域啊，要设置视频监控设施，而且这个视频监控设施呢，要24小时有人员值守，鼓励在电动汽车充电区域采用橙色地面。与燃油汽车等其他车辆停放区域进行区别，并增加电动汽车文字标识。地下车库要设置微型消防站，建立24小时分班值守的制度等等。所以有人评价说，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执行下来呢，恐怕所有的这个地下的停车场的电动车都没有办法停进去，或者是没有办法在那充电了。而现有的这个地下的充电设施基本都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单一个快充就不知道把多少停车场给干翻了。交了一个500块钱的上牌费，车去上牌的时候，销售把车给撞了。销售意思是说，把车开到没有监控的地方，然后销售他自己的油车去撞一下，然后做保险。这不是骗保吗？先生你好，开的什么车？什么问题？出问题的车呢是我朋友的，然后他比较不善言辞，所以交给我来帮忙沟通。他呢在那个10月24号买了一辆东风 E 派的007，他是24号提的车嘛，然后交了一个500块钱的上牌费，不是要去上牌嘛？车去上牌的时候，销售挪车的时候把他的车给撞了。销售挪车的撞的话，那就是单方事故了，销售全责了。对，撞的也不严重，就是后保险杠受损，还有那个尾翼上掉了点漆。刚开始呢，他们是意思是要走我朋友的这个保险。不行的，凭什么走我保险？又不是我撞。对啊，而且本身纯电车续保这个问题也很难搞。然后车呢，我们是先让他在那修的。本来是昨天他们那边意思说车好了可以去拿，结果我们去一看，他只是把尾翼掉漆的地方补了一下，保险杠的受损压根就没处理。然后补偿这些先不去说他，就他们就很离谱的。我朋友他跟我说了之后，然后我让他再去跟销售谈，结果你让销售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修他的保险杠吧？就是销售意思是说把车开到没有监控的地方，然后销售他自己的油车去撞一下，然后做保险。这不是骗保吗？教唆车主骗保啊！他疯了吧他以后想不想在汽车行业干了？所以我也感觉很离谱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就不要跟这个销售谈了，去跟销售经理谈。销售经理就说这个是销售个人的行为，让他跟销售去协商。我花钱给你，让你帮我去上牌，你在上班时间披着上班的那层皮，代表着上班的那家企业犯了错误，然后这家单位直接说这是员工的行为。对呀，这个门店也不是什么好门店啊。这个销售经理一点都不想帮底下这个美女啊。是美女开的吗？是你朋友聊天记录里那个美女本人开的吗？对，是的，是销售开的。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如果说事实就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是非常清澈的一件事儿，就是由经销商门店的人掏钱把这个车子复原，长个记性，以后碰客户的车小心一点。
就完了。对呀，结果你看补偿什么嘛也没谈，修这个嘛也没搞好。现在而且本身你说换了保险杠总归有折损，保险杠如果它上面没有一些传感器，只是一个纯的塑料的话，问题不大。那个销售顾问在你们拒绝了他教唆你们去做骗保行为了以后，就消失了吗？就不回复了还是没有？还是怎么样？回是回的，但是你看那个聊天记录，他就意思是说，保险杠的钱总不可能他自己掏吧？他提成才多少？为什么不可能自己他掏？你撞别人的时候没想过你自己提成才多少？你撞完了要修了，你想起来自己提成才多少？当然是需要你自己掏的了。这个姑娘简直是在做梦。来吧，厂家客服上线，东风易派你好。在的先生。在的先生。你叫我啥？女士。女士。你清醒一点哦。东风易派007车主，这台车上牌当天付了500块钱的上牌费，销售顾问代开这台车撞上了玻璃门，导致后保险杠有凹陷和掉漆。现在第一，嘉兴的这家 4S 店的销售美女教唆车主去和他的燃油车碰撞骗保，这是一个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非常的恶劣。第二，在车主拒绝了其违法的建议以后，门店经理说这事儿归销售顾问自己管了，让车主自己去沟通，丝毫没有尽到销售经理的职责。第三，至今为止，这个保险杠除了漆喷了以外，所有的凹陷竟然不修复。第四，针对于我付钱让你代办，你在给我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对车主造成的实际损失没有任何赔偿和关怀。女士，这边已经为您如实记录了，这边您反复的3个问题。我刚才你又懵了，我刚才几个问题？3个。4个。手指头摆着呢，4个。第4确实非常抱歉，这边就马上为您补充上去。一共是不是4个？是的。所以今天涉及到的这家门店啊，你们好好的彻查一下吧，卖的是你们东风系的全新品牌，干的全是套路的活。顾先生，那你有问过车主他的诉求是什么吗？主要就是车肯定要无偿修好嘛，然后就是给予相应的一些补偿了，然后他是想要一个那个充电桩。具体的一些赔偿额度我就不参与了，但是关于维修这件事情，你们肯定是要该道歉要道歉，该维修要维修。姑娘不能以什么我的提成赚多少为由不给车主进行任何维修，你提成赚多少关我什么事？工作当中出现了失误，按照道理 4S 店应该帮他兜底一部分的。别的 4S 店对员工犯错啊，人 4S 店都会帮忙的，好吗？你们 4S 店说都是个人的问题，你们这个 4S 店也是无情无义冷漠。这种大聪明的行为真的很无语，如果不是被曝光出来，还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估计会是一场漫长的扯皮维权事件。这还是运气好，如果是比亚迪的话，就会像视频中的这位车主一样，开比亚迪的车带好防毒面具，因为他购买的比亚迪海豚喷铝粉，为了身体健康不得不戴。根据公开资料，比亚迪喷铝粉的问题已经存在了3年之久，主要大量存在于海豚这款车。截至2024年11月，比亚迪海豚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715226辆。具体来说，海豚在2024年8月的销量为15164辆，上市3年来累计销量突破71万辆。也就是说，有71万车主要忍受每天吸收铝粉的痛苦。这也让比亚迪收到很多的投诉，一直在投诉榜单的首位，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方案。最近一次关于喷铝粉的回应还是2022年，也就是2年前。比亚迪官方在声明中指出，经检测粉末主要成分为对身体无害的氢氧化铝，且颗粒较大，易被鼻腔过滤，并且还特意标注氢氧化铝是一种胃药的成分。也就是说，车主如果有胃病的话，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边开车边治胃病，真的很贴心。郑重邀请蒋介汽车起诉我，请你起诉我，我绝对不怕。真是先封号后修路，过了很久再起诉。响界坡事件迎来了大结局，遥遥领先的响界汽车在昨天正式起诉100万大 V 袁启聪。这次的事件不仅关乎汽车行业的公正与诚信，更触及了消费者对于产品真实性能的期待与信任。那么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又将如何收场呢？汽车测评本是消费者了解车辆性能、促进市场透明的重要途径，然而当测评结论失实，甚至误导消费者时，又该如何界定责任与权益呢？
事情还要从2024年8月说起，当时拥有超20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袁启聪发布了一段关于想借 S9 的测评视频。视频中，他声称想借 S9 在上桥飞坡过程中出现颠簸，转向车身不稳。这一结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然而，想借汽车对此并不认同，他们通过数据分析和多次复测，认为该结论不客观不严谨，是驾驶员主动干预导致车辆横摆，而非车辆本身性能问题。资料显示，想借 S9 作为华为与北汽合作的智慧旗舰轿车，搭载了华为 ADS 3.0 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运车舒缓模式等先进技术，拥有豪华舱内空间和强大的续航能力。这样一款被定位为大型纯电行政轿车，对标宝马7、奥迪 A8 和奔驰 S 等豪华车型的产品，其性能表现自然备受关注。然而，袁启聪的测评视频却给这款新车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想借汽车的起诉，袁启聪表示将积极应诉，并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裁决。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与车企发生冲突了。此前，他因与极狐汽车的类似争议而受到关注，极狐汽车法务部也曾对其提出质疑。这次事件无疑再次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这场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呢？是自媒体测评的自由与权利得到捍卫，还是车企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相信这次想借应该是一肚子火吧，并且憋了这么久才起诉，肯定与想借的销量有关。直到10月份的累计销量才4000台，可以说是效率惨淡。最后希望袁启聪能挺住，感谢观看到这里，谢谢支持。两省交界是什么人最多的地方？土匪。什么土匪？我们共产党人出没的地方。陕甘宁鄂豫皖，对不对？什么土匪啊？你不要乱讲话。